好，欢迎大家来到亮眼美睫的直播。那我是美睫小天使。那么呢，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美国超强卡师来教大家呢如何在初学者的阶段呢，可以呢快速的学会呢如何开花啊，还有呢选到正确的对的产品。那么欢迎李宣玲老师。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宣玲。那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好，那么呢，今天的直播呢，我们不单单呢可以让你学到很多的东西哦，我们还有抽奖活动。那么抽奖的方式呢，就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呢在直播的过程中，就是我们的现在，然后呢一直到我们的直播结束，你只要有按赞呢跟分享呢，就拥有那个抽奖的资格。好的，那在这边呢，我想问老师啊，就是呢我看到很多美睫师啊，他们开花都开得非常的漂亮。那我也有点想要学学看如何可以开出漂亮的花。那因为我是一个初学者的阶段，那我该如何选择夹子来练习呢？其实我之前是非常喜欢亮眼的 F 夹，不过自从后来出了 M 夹之后，我就深深的爱上，因为你今天不管情况好或不好，或者是温度、湿度，这支夹子都可以夹得起来。那我自己本身呢，除了 M 夹之前我用了3年的 F 夹，所以其实调回去也是 OK。但是 M 夹是在初学者的话是非常好驾驭的，因为它的底部非常的短，然后也感觉是比较重。其实跟很多其他牌子比，其实没有很重，但是比较稳的 feel。那这样的话，初学者就很好去驾驭。然后我们有时候会故意开玩笑说，连就是汗毛都可以拔得起来，或者是说你今天眉毛有几根没有拔到，你都可以用这支夹子来拔哦。那因为呢，我有看过上网查过资料啊，就是有人说开花有非常多种的方式。那我们到底要如何要选择哪几种才可以开出漂亮的花呢？我有时候会跟我的学生说，开花你只要练个几天，或者是到1个礼拜，其实花都可以开得非常漂亮。其实真正的细节是从毛到背胶，然后到黑胶，然后还有夹子一起综合起来，才可以开出漂亮的花。那大家也不要觉得说花很难，因为其实最难的其实是左手，因为左手把毛分到根根分明，其实才是最重要，才不会去伤害到客人本身的真睫毛。因为有时候我们听过很多故事是说，掉下来的时候是粘了很多根真睫毛，那这种都是不对的做法。所以其实右手非常好练，左手就是大家要一直练习。对，所以说最主要的还是说要勤奋的去做练习，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开出漂亮的花。那这个在开花的过程中啊，我们呢一定会使用到黑胶。那在黑胶的，因为黑胶也是有蛮多种的啦。那我们该如何去选择适合自己的黑胶呢？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紫藤。那其实我们后来卖的很好，台湾卖的很好的也是这最新出的蔷薇。那蔷薇的上一个卖的很好是那个玫瑰金，对，那个也很好用。可是后来蔷薇出来之后，因为蔷薇是非常温和，但是它的那个除了温和以外，它也快干。然后我们后来那个亮眼老板都换成就是日本厂在做黑胶，所以黑胶非常的水，但是又快干，所以就反而不会像以前我们所谓的那种韩国的那种胶是比较稠稠的。那稠稠的对我们亚洲人的睫毛就很容易很容易太重，然后会让我们睫毛代谢更快。所以说那这样的话，在美国地区的话，哪一种的黑胶会比较适合？在美国的话，其实到老师级的话，或者你今天做3年、4年左右，其实都可以试试看紫藤，因为紫藤真的是快干，你速度就可以很快。那我们基本上一个客人就是50到60分钟都可以搞定。那但是我们有时候都会开玩笑说，美国人动作比较慢一些，那不会像台湾人那么的积极，不会像亚洲人那么积极，所以我们都会推荐大家用蔷薇。对，然后我要告诉大家，其实
尽量呢，大家有时候买了胶，最重要的就是要瓶盖、瓶口这里一定要干净。有时候大家其实不擦，我们亮眼的胶非常非常的黏，有时候都所以这一区一定要弄得干净。好的。那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光芒，我自己本身店里是喜欢用光芒的胶，光芒的毛 ，sorry。然后这里给大家示范一下。哦，老师要现场做示范了。好的，我这里已经有些是开好的花，然后这个呢，我其实就要给大家看一下，说 M 夹为什么那么好用？因为 M 夹呢，其实有时候你拿到够肩部这里，然后轻轻的沾胶，其实就 OK 了，然后1秒就干了。然后我这里有一些已经开好的，可以吗？大家有看到吗？那我说的 M 夹呢，其实 F 夹的最密的部分是在这一区，然后呢 M 夹其实是在比较肩部这里，所以其实你最后一根毛在最肩部这边，你这个花呢就非常好的拔起来，然后45度角往自己的那个方向拿起来就行了。大家有看到吗？有吗？有吗？有。好哦。那我想要问老师啊，就是说，我们的睫毛啊有非常多种，那什么样子的睫毛比较适合欧美人的眼型呢？其实我有时候会故意跟学生说，或者是其他美睫师说，其实你不要去让客人摸各种的毛，说为什么你要选哪一种？有时候客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你其实就是给他一个最安全的。我个人是我自己的店面，其实我有一家店面基本上全部都是进光芒，我有一家店全部都是进黑丝绒，那其实就是不给客人任何的选择余地。那这种时候，其实只要给他们选 C 或 CC， 然后还有看他们眼型，还有看他们自己本身化不化妆，所以其实亚洲人跟外国人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接的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你的那个专业的手法，以及说就是要让客人真的有感受到说，我的眼睛真的有那个成效出现。那其实有时候很多人都说，外国人的睫毛很多，为什么要接睫毛？其实你们错了，因为其实外国人睫毛有些都是直的，那直的从正面看起来，基本上也是等于没有睫毛一样，所以他们很多人都是戴假睫毛。所以其实后来其实美国就有点像几年前的台湾那个接睫毛的那个开始很流行了，所以其实很多人都是有接睫毛的，而且大家从以前最当初就说花了钱要自然，到现在花了钱要越浓越好，因为这个要有那个成效出现。对，然后现在大家真的是非常的上瘾，我自己很多客人都跟了4年左右了，就是都没有办法停。对，那我自己本身也是3年没有停了，然后以前是还会补个几次卸掉重做，可是后来因为员工他们客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忙，就变成说我这边10分钟补一下，那边10分钟补一下了。原来是这样啊。那今年亮眼有推出一件新产品，也就是我们的洗卸凝胶这边。然后还有我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老师您那边就是在美国的地区，与我们订购了非常多的那个玫瑰慕斯，也就是这个。对，有看到吗？有看到吗？在这边，我们的玫瑰慕斯，还有我们的洗卸凝胶。那想要让老师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玫瑰慕斯以及我们的洗卸凝胶它的好用的心得。那其实基本上美国我们现在才刚订第一批洗卸凝胶，因为我觉得很好玩，但是我先示范这个好了。我偷偷跟你们讲，洗卸凝胶真的非常神奇，很好玩，真的。这个来拿你的手好了，这个真的是直播才看得到的。对，来，这边漫画，那个笑脸。洗卸凝胶呢，基本上还蛮好玩的，就是
我个人觉得也很疗愈啦。小心倒太多了。我们现在呢，原子笔的部分呢、就代表着我们脸上的脏污。对，那我们现在呢，要把我们脸上的一些脏污啊清掉。看似没有事哦，因为我自己本身不小心刚刚倒太多了。你等一下，就会发现他们那个开始弄一团了。有发现到吗？你看，黏黏的，好好玩哦。有看到吗？脏污都卸掉了。所以这个呢，其实毛就跟如果说毛孔里有东西的话一样，它这都会把它粘起来。所以这个亮眼其实是非常用心的一间公司，所以很喜欢把就是我们女性非常的有时候就是一个懒，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就是一样东西一瓶可以搞定全部，这就是非常好玩的。所以其实不会觉得说好黏好恶心，可是你又有点疗愈的 feel。嘿。好的，有发现到吗？清洁溜溜。然后其实黏也不会觉得说非常的，就不会黏哦，就是干干净净的 feel。它其实是蛮清爽的，就是我们的洗卸凝胶呢，就是呢，它其实就是有两个功效。那我们的一个功效就是像你刚刚看到的这么的神奇。就是你直接就是手，你的假装是你的脸呢，就是如果说没有湿的话，然后你使用我们的洗卸凝胶的话，它就可以把脸上的一些彩妆啊、脏污啊，就是全部都把它集结成像刚刚那个小胶球。对，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洗卸凝胶沾湿的话呢，它等同于也就是滋润你的脸啊，然后一样也是在清洁你的那个脸部哦。然后刚刚讲到说，我们美国现在玫瑰慕斯卖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接睫毛都会忘记清洁这一部分，然后很多人其实早上啊，什么眼屎啊，或者是平时有些人还是会化妆，没有办法完全清干净，但是玫瑰慕斯就有办法。那我们就是摇一摇，然后把它可以不知道看得到看不到，那它。按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个玫瑰的那个形状。那这虽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个玫瑰的头可能是噱头，可是你们错了。这个亮眼老板用心到，就是里面有胶原蛋白，然后蜂王乳，然后还有玻尿酸，就有3种东西在里面。那我有时候会给客人摸，是非常的稠的。那我们亮眼老板故意把它做的稠稠的，其实就是为了说可以方便卸淡妆，因为其实台湾其实蛮多女性其实都不是化浓妆，所以有些人就是可能上个 BB 霜或者是 CC 霜，或者是说只是擦个防晒，那这个是非常好用的。然后那个我妈妈自己本身她是皮肤红，有点红，然后有点敏感，或者是有些人是有痘痘肌肤的，洗个2-3天，你自己就会感觉说红。肿都会消掉，对。像我们的慕斯啊，跟我们的洗卸凝胶，其实它也是很适合嫁接的使用者去做使用的。对，那通常呢，很多我是建议是说，如果你除了接睫毛要赚钱，然后你想要顺便赚外快的话，就可以大量的订玫瑰慕斯，然后你在接睫毛或补睫毛之前，帮客人做一个 SPA。那这时候客人就会觉得说，这怎么那么香？这到底是什么东西？这时候你就可以跟他推说这个是有什么功效？那这不是只是洗睫毛，这是洗整脸的。那有时候客人我在美国啦，有时候客人会直接冲进来说我要拿2罐，或者是说我架上只剩1罐，他说你没有了吗？你下次什么时候订？所以我们这个是卖的非常的好的。看嘛，真的是他是在美国真的是卖的下脚。对，好，那我在这边就是有想要问老师一件事情，我在猜大家应该跟我一样都蛮想要问的，
就是老师啊，你啊，从一个美睫师，那又到了教学老师，然后现在又是亮眼在美国的总代理，然后我也知道说，就是您在那个美国 Google 的总公司旁边啊，也有开一间美容店，然后您的自己的店呢，又在那个南加州跟北加州呢也有分店。是怎么样能够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就是有这样子的有这样子的成就呢？这其实也不算成就，因为现在还在努力中。那其实运气也很重要，然后对的时机很重要，然后也要非常的努力，因为其实就是基本上7天无休，然后很多美容院老板，我其实开店之前都会去上网看看别的店的那叫什么 feedback 反馈，回应，对，然后很多店面就会发现说，只有老板做得好，员工客人都不要，然后每个人进来就说我要老板，但是后来我的店基本上客人进来都不要我，他们都要我员工，那这时候我心里有点开心，又有点不开心，可是我自己知道说，当客人来都要我招员工的时候，我的时间我就有时间了，对，然后我就有时间，这时候就可以去试其他。其实我试过非常多牌子的，就是台湾其实非常多睫毛商，那我是试了很多，我才发现只有亮颜做的最全面。除了最全面以外，我们还就是特别一直在进步中，你知道吗？那我后来就是发现说，其实产品真的非常重要，因为我后来做教学，我有一套教学系统是5个小时，包你一定会学会接睫毛，我不在了，你自己都可以接。那也就是因为我整套都是用亮颜的产品，那我之前可能是给学生 F 加，现在我全部都换成 M 加给学生，大家都轻轻一夹就起来了。所以其实右手开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其实教学的时候都是 focus 在左手，对。然后我其实等一下，那我自己本身对在开店的时候，我会特别的注意到员工的心情，因为他们心情好，客人就开心，那客人就会继续回来。那有时候偶尔还是会遇到 OK， 那遇到 OK 的时候要怎么办呢？就是其实很多老板就会直接指着员工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可是我是尽量是说我要听到两边的故事，对，知道之后，然后再尽量把这件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尽量找个两方能中间和解的。那当你店里有超过2个美睫师的时候，这时候就可以跟客人说，你可以试下一个人。那这时候你也可以跟那个员工说，我帮你把这个客人给另外一个人，所以你不用担心他了。所以就其实就基本上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啦。所以其实，在整个的我们这样子的直播这个过程中啊，除了好的产品，然后再就是也是要有好的对待客人以及对待员工的一个用心的那个心。这样子才有办法，就是像现在这样，就是又是美睫师，然后又是教学老师，还可以是代理。那我们现在呢，因为也是感谢亮颜给我们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北加州先开，我们后来在南加州也开了。我们发现南加州睫毛需求很重要，很多人都非常需要睫毛，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到哪买睫毛产品。那我个人呢，就有点发现说，很多人都是上 YouTube 学，我当初自己也是上 YouTube 学，可是如果很多人看过很多 YouTube 的 video 的话，大家就应该跟我想法一样，很多都在教右手，就真的没有人在教左手。那其实就是真的找到对的老师非常重要，不要，而且有时候找完一个老师，你不要就觉得什么都学会了，你要常常一直去看。还有什么新鲜的东西？还有什么要 follow 现在有什么最新的东西？像前阵子，如果我没有跟亮颜总代理，我其实不知道说黑胶换成日本厂商之后，黑胶就变得更水，然后反而非常的好用。对，然后反而还不会给睫毛太多的重量。对，那我们现在呢要来办一个小抽奖。对。我们现在要来办一个小抽奖，那现在这个抽奖呢，就是呢，
我们的亮眼的老板呢，人呢真的是好的没话说，真的。对他呢提供了5盒光芒睫毛的小礼物，要来给大家抽奖。那么要怎么抽呢？要听好哦。现在呢，只要在下方留言说我爱光芒，你就拥有可以有机会抽到这个睫毛的资格。我爱光芒。对啊，听好哦，要在下方留言哦，留言说我爱光芒哦，这样子才拥有抽奖的资格哦。然后我讲一下，我其实自己本身的店呢，就有一家店，全部基本上都是用光芒。光芒好用的点呢，就是第一，它有16排，你不用买太多盒，就是你自己就可以知道说要用多少。那有很多毛都是12排的，那光芒我后来换成光芒，就是因为其实16排，然后看似呢比较亮，可是你接起来其实。它的那个软度非常的有弹性，所以像我有些客人他们会用其他牌子的话，可能常常煮菜或者是常常烤蛋糕、烤东西，常常在热气的地方，那个毛很容易就是变直。可是我发现光芒它的那个弹性很好，它都不太会直掉，可是同时间又不会硬，又非常的软有弹性。所以说它就是不像一般其他的毛，比如说时间没有办法放很长，然后就失去了它原本的那个卷度。对，所以光芒的厉害的在这边，而且我知道台湾的光芒也是卖的非常好。对，好，那我们的直播快要接近尾声了，大家有没有想要发问问题的？你知道，就是请到美国总代理，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有没有人想要发问问题呀？那我中间也可以讲一下，有时候我后来呢，从换成紫藤胶，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当我们速度变快了，其实就是一种的间接性的加价，所以你不用就像外面餐厅，如果他们盘子变小或什么，我们在美国其实常常会发现，怎么有一家连锁店盘子都变小了？那其实就是一种间接加价的感觉好像一样，可是其实就是你接睫毛速度你变快了，你可能之前花90分钟，后来花75分钟，然后再变成1个小时，或者是甚至50分钟，你其实价钱不用往上涨。感谢呢大家的捧场啊，然后呢，今天应该大家身为初学者啊，就是我也一样啦，我也是初学者，对，那应该也跟我一样，就是收获非常的多，那也很感谢就是老师啊，就是那种无私的分享啊，他的教学啊，还有他如何选择产品，那谢谢老师，谢谢，那就下次再见喽，拜拜。